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全部都是无意识的错》这本书。到底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不顺利呢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？但如果就连这种不顺利的人生，这种现实，其实也是你自己在无意识中选择的结果，那会怎样呢？你可能会觉得不可能吧？可是，在近年来的脑科学、心理学，甚至是量子力学和佛教哲学等领域，都逐渐揭示出一个共同的观点：现实其实是由心所创造出来的。我们平时很少去意识到无意识的存在，但研究已经发现，它实际上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维、行为，甚至人生中的选择。无论你在头脑中多么渴望成功，多么想改变，如果无意识在暗中踩刹车，那么现实就很难真正发生改变。怎样才能让无意识成为我们的伙伴，从而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呢？关键就在于正确理解心的运行机制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有意识地运用它。当有人说现实是可以改变的时，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玄学或者心灵鸡汤。但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心的运作与现实的关系，真相就会一点点显露出来。觉察自己的思维定式，逐步影响无意识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。第一，你的人生不顺利，其实全都是无意识的错。第二，立刻停止拼命努力，掌控无意识，轻松吸引好运的禁忌法门。首先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吧。你的人生不顺利，其实全都是无意识的错。在这里，我会介绍一些由最新脑科学所揭示的关于世界的惊人真相。第一个没人告诉过你的真相是，世界只不过是大脑根据接收到的电信号所制造出的幻想。那么，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，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情，真的就是现实吗？也许，我们所谓的现实，完全可能是大脑精心制造出来的幻觉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不是在说一些神神叨叨的玄学吗？但事实上，这却是基于最新脑科学的科学事实。理解大脑的基本运作机制，对于我们认清所谓现实的本质非常重要。有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曾说，光、声音、触觉这些最基本的感觉，最终其实也都是大脑的产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，其实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模拟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在大脑内部生成的。大脑的结构是这样的，在古老的大脑之上，覆盖着主管智能的新大脑，也就是新皮质。新皮质内部交织着海量的神经回路，这些复杂的神经元网络，正是我们智慧的源泉。而在这层新皮质里，从出生到现在所学到的东西和所经历的事情，全都以极其庞大的量被记录下来。从刷牙的方法到洗碗的方式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都储存在这里。我们以为是真实存在的现实，其实不过是大脑对接收到的电信号的独特解释而已。视觉、听觉等信息都会以电信号的形式传送到大脑，由大脑整合之后，构建出所谓的世界模型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大脑还是一个预测未来的装置。比如，当你把电脑鼠标往右移动时，如果屏幕上的光标反而往左移动，你一定会感到很不对劲。那是因为大脑预测了接下来光标应该往右走，而当现实与预测不符时，就会产生违和感。同样的，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，其实也是大脑依托于过去的经验不断建构出来的。不过，这个世界模型并不是完美的，它有时也会出现错误。所以，请想一想，你现在感受到的所谓现实，真的就是此刻存在的东西吗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并不是直接感受世界，而是在体验大脑制造出的影像和感官。可是有人会说，我明明能拿起苹果，咬下去有咔嚓声，还能尝到酸甜的味道，那不就是现实吗？但如果有人能直接往你的大脑传输电信号，让你误以为自己正在吃苹果呢？著名企业家埃隆·马斯克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机制，通过在大脑植入电极，直接传输信号，
如果这项技术发展成熟，即便现实中根本没有苹果，也能让你产生与吃苹果一模一样的感官体验。而这样的未来已经逐渐走向现实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真相就是，每个人其实都活在只属于自己的、对自己有利的世界里。比如，你以为列车已经启动了，但其实只是隔壁的列车开动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视觉诱导运动现象，大脑因为视觉信息的误导，而产生自己在移动的错觉。这在如今流行的 VR 技术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而且这正说明了信息在塑造我们的世界。可能有人觉得信息创造世界这个说法有些抽象，但实际上，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着这样的瞬间。比如看同一片风景，不同的人感受完全不同；看同一个食物，有人会觉得好想吃，有人却因为过敏而觉得危险。这正是因为大脑会根据各自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解读信息。另外，人还普遍具有一种叫确认偏误的倾向，会主动寻找能够证明自己信念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并不是如实的看世界，而是在看被大脑有力的解读过的世界。而且，即便是颜色、味觉这样的感官体验，也未必与他人完全一致。神经科学里把这种个体的主观体验称作感知。我们的认知并非只由眼前的信息决定，而是受到过往经验、价值观以及个人的感知影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处理海量信息，并不断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但是，那终究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而已。正因为如此，也可以说人其实是各自活在稍有不同的世界里的。接下来要介绍第三个世界的真相，那就是通过改变新的态度，就能改变你正在经历的现实。根据本书作者的观点，发生在自己外部的事件，其实只是自己内心所投射出来的影像而已。这听起来有点哲学性，那我就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吧。前面说过，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，而我们看到的世界，其实是大脑经过方便解读之后的结果。如果说心是大脑的活动，那么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他人，其实都可以说是心的投射和映照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觉得那个人不值得信赖时，那真的就是一个不能信任的人吗？或许是你自己内心对信任他人这件事感到不安，而这种心境被投射到现实中，于是你就看见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。同样在一个职场里，有的人觉得我很幸运，身边都是很棒的伙伴，而另一些人却总在抱怨这里的人都是无能的家伙。同样的环境，为什么眼前的世界会完全不同呢？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心境决定了他所看到的现实。怀着不满的人会用负面的角度解读周围的一言一行，于是不满越来越多。而心怀感恩、愿意珍惜环境的人，则会在细微之处也感到喜悦，从而吸引更多幸福的事件发生。这其实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。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内心的映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只要改变内心，就能重塑现实本身。只要改变心，世界就会改变。改变人生的钥匙就在于心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部分，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是第四个世界的真相，那就是心包含了意识与无意识，是自我的整体。现实世界是大脑方便加工出的幻象，而心正是构建出这个现实世界的源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心究竟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能理解心的本质，就能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。自古以来，人类一直在追问我的思想和感觉从哪里来，心到底存在于哪里？然而，当被问到心是什么时，没有人能够明确回答。结论是，即使动员现代脑科学、物理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心的本质仍未被完全解明。不过，现代的脑科学与哲学正在一点点接近心的真实。这里书中提出了3个原则：一、心是大脑的活动，这已经被众多脑科学研究证实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
也是容易接受的事实。二心会受到遗传的影响，性格是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由此也可以明白，心灵是会受到遗传影响的。三心灵是进化的适应，人类的进化是由自然选择的压力所推动的。比如，在冰河期到来的时候，不能忍受寒冷的人类就被自然淘汰了。实际上，这种淘汰不仅体现在身体特征上，也体现在心灵上。大脑作为进化的产物，同样经历了自然选择的作用。因此，像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，乃至心灵本身，都是受到进化影响的。我们的心灵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下来，成为最适合生存的模式。本书作者引用了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的理论。荣格在思考心灵时，提出了自我和自己两个概念。所谓自我，就是有意识的我自己，他通过感官来认知世界，感受情绪与欲望，进行记忆与决策。自我承担着协调外部现实与内在欲望的作用，维持一个不矛盾的我的存在。但是，心灵并不仅仅只有这一部分，它的真正根源是包含了意识与无意识在内的整体心灵。这就是荣格所称的自己，也就是说，自己是心灵的整体，也是它的核心。这样理解的话，自我实现的本质也就清晰了。所谓自我实现，并不是表层的自我欲望得到满足，而是整个心灵从灵魂最深处被充实和满足。接下来要介绍第5个真相，通过改写无意识，你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明白，心灵是由意识与无意识结合而成的整体，并且仅凭心态的转变，我们就能改变所处的现实。然而，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觉得人生不顺利呢？如果只靠改变心态就能掌控现实，那么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顺风顺水才对。可事实上，大多数人却总是在重复相同的失败，迟迟无法吸引到自己理想的现实。那么，为什么理想总是无法实现呢？本书作者认为，答案就在无意识之中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大多数行为与选择，都是由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无意识力量所决定的。研究已经表明，我们自以为的意志，很多时候很可能早已在无意识层面上被决定了。只要把这股推动我们行动、塑造现实的无意识力量变成伙伴，就能获得超越意志的自由。那么，我们要如何才能控制无意识呢？为此，必须先理解心灵的结构。本书指出，心灵就像洋葱的外皮一样，由5个层次构成，从内到外，分别是真我、灵魂、本能、感性、知性这5个层次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无法仅凭理性来控制本能或感性，因为它们在心灵的层次上比理性更深。若要控制内心，吸引理想的现实，就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心灵更深处的真我。不过，聆听真我的声音，并不是一种靠意识去努力做的事情。我们常以为能凭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认为靠意志力去做某事的这种想法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事实上，通过科学实验已经揭示，我们所谓的意志，其实只是行动发生之后的附加解释而已。举个例子，你正在读书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是凭意志翻页，但实际上，翻页的意图这个念头，是在动作发生之后才冒出来的解释。换言之，人类其实并没有真正自由的意志，我们的行动往往在我想要做之前，早已由无意识先行决定。情绪、思考、决定，全都是在意志发挥作用之前，已经由无意识的力量启动了。这一点也被大量实验所证实。比如，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，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要行动之前 0.35 秒，大脑的脑电波就已经开始运作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决定是由无意识先行完成，意识只是事后的补充认知。这几乎让人觉得好像无意识预知了未来的行为，是一种奇妙的现象。我们以为是意志做出的选择，实际上早在那之前，
大脑已经为行动做好准备。意志其实是比行动更滞后的东西，由此可以认为，我们活在一个比大脑活动稍微滞后的世界里。这也意味着，不只是这个世界，就连我这个存在本身，或许也是大脑后天编造出来的产物。比如说，你觉得我很害羞，不擅长沟通，但这可能只是大脑基于过去的经验，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。实际上，你也有社交顺利的时候，只是大脑为了维持我是害羞的人的一致性，不断强化这个故事。但如果连自我都是由故事编织出来的，那么通过从无意识层面改写这个故事，是否也能改写整个人生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无意识地认为我是这样的人，那么只要解除这种思维定式，就能够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实际上，即便是无意识，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。我们常常以为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改变，但从前面科学的观察可以看出，仅靠意志的力量是无法掌控人生的，这就是事实和现实。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具体的去控制无意识呢？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将讲解立即停止拼命努力，教你控制无意识、吸引好运的禁忌方法。回到之前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内容，我们的大脑会无意识地为自己编织出我是这样的人这一故事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并不顺利，那么很可能问题就在于，你所认定的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故事本身是错误的。想要改变人生，首先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意识到自己我是这样的这种固有认知，并去改变它。很多人明明希望更活出自我，却总是无法迈出第一步。实际上，在这种时候，你的内心正在静静地进行一场拉锯战，一方面是想要守住现状的自己，另一方面是想要前进的自己，想要开始新行动的自己，与害怕失败的声音在心中相互冲突。我们的内心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力量。然而，这两种声音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而存在的重要力量。例如，许多自我成长类书籍总会告诉你要积极，要设定目标，只管行动，同时把不安和恐惧描述成邪恶的东西。但实际上，这种方法并不现实。首先要意识到，那些反对你尝试新事物、希望你保持现状的胆小的自己的心理存在，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自我限制。自我限制就是把自己框定住，从而控制自己的潜力。正因为有了自我限制，我们会固执地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害怕把人生引向更好的方向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自己，从而让人生按照想要的方向发展。而摆脱自我限制的第一步，就是放弃成为理想自己的执念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理想中的自己，很可能是自我否定在现实中显现。想要变得更积极的愿望，背后其实是我不够积极的信念。想要成为有钱人，背后是我现在不富有的现实。也就是说，这类想成为这样的自己的愿望，实际上都是以不能成为理想自己为前提而成立的。想成为理想自己的念头，本身正把你绑在与理想完全相反的现实之中。因此，重要的是暂时放下理想，解开被相反现实束缚的枷锁。当然，拥有愿望和理想本身是重要的，但关键在于当下你抱着怎样的想象。这里的放下，并不是消极的行为，这实际上就是重新审视你内心中本来的自我。因此，你不必强迫自己去必须保持积极，解放自己，不受必须积极的压力束缚，同时接受自己内心的消极面，这才是关键。实际上，研究发现，强行的积极思考反而会在无意识世界里产生负面情绪。总之，我们的人生并非完全由外界决定，而是由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在悄悄塑造。只有学会觉察、理解并与无意识合作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现实，摆脱固有的限制，吸引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能帮你迈出第一步，开始与无意识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，
从而轻松改变人生轨迹。记住，改变，从新开始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